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时，从我家山头路过，落下一颗仙桃。爹和大哥吃了仙桃，让我舔舔桃核便好。他二妖这就成仙去了。临走时还叮嘱我，吃了人家的仙桃必然要报恩，你就留在这儿，没报恩前莫要再寻上天之路。可后来我找到大圣，大圣说我是个棒槌。你爹分明是不想你成仙，故意把你撇在人间，你个棒槌，傻到家了。我摸摸脑袋，大圣果然火眼金睛，一看就知道我是个狍子精，凡人都喜欢叫我们傻狍子。大圣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，终于要重得自由，跟着金蝉子去西天取经。上面下了任务，要我们小妖怪们积极报名，帮金蝉子完成这9981难。若是成了，便能成仙上天去。大家都不敢，因为大圣那棍子厉害得很，光是掏出来就能吓得妖怪们胆战心惊，连那10万天兵天将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迎上去，岂不是立马魂飞魄散？只有我积极举手报了名。我去，大圣是个好猴子，好好跟他说。他不会打杀咱们的。隔壁山头的山猪婶婶说我是个傻子。那天上给的任务哪里是那么好做的？可是俺爹说要俺留下来报恩，俺帮大圣凑其中一难，这也算是报恩了吧？山猪婶婶更是摇头，一拳打在我头上。你个傻狍子，你爹糊弄你呢。在你爹心里，只有你那大哥，他们得了仙缘核，该他们报恩才是，怎么能舍下你，还扣上这么大的帽子？我摸着头，都是一家人，谁报恩不是一样的吗？再则说了，那是俺爹，当爹的要女儿办些事情，女儿也当遵从。山猪婶拦不住我，只能摇着头走了。除了我，还有200里外的邱大王也报了名。邱大王比我厉害得多，手底下小妖精无数，办事也比我稳妥。妖王怕我完不成任务，你只要在洞府里等着便好。金蝉子一行一定会经过你的山头，到时候你抓了唐僧，等大圣来救人，再顺势把人放了，这一难便成了。回去后赶紧把洞府里里外外好好打扫了一番，又在山上挖了些山珍跟草药，去凡间卖银钱，拿来换了凡人要用的被子褥子，还有茶壶茶杯跟锅碗瓢盆什么的。听上面的人说，金蝉子现在是个凡人，没了一身的神通，还娇弱得很，抓回来之后可得好好对待，不能真的磕着碰着。其实不用他们说，我也懂，他如今是大圣的师傅，那就是恩人的师傅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，没有苛待的道理。我在山上等啊等，无聊的时候就把洞府门口的桃树修整一下，等着他下次结桃子。当年爹和大哥吃剩下的桃核，我种在了洞府门口，过了100来年，竟长出一棵桃树，又过了100来年，桃树结桃子了。我吃了桃子，虽然不能长生不老立马成仙，但却能掩盖一身妖气。桃子这般好吃，可不能独吞。我拎着桃子飞到五指山，他在山下压着，动弹不得，整天只能喝雨水，肯定许久也没吃过桃子了。化作一个小孩子，将桃子给大圣吃。猴子，给你桃吃。我小心靠近，把桃子放在他手边。大圣可真惨啊，竟然压在这么小的洞里，只露出个头跟手。我见过山上的小猴子们，他们最是活泼好动，有时候睡觉都要把脚翘起来挠挠头。大圣是猴王，更是肆意，哪里受过这等委屈。大圣谢过我，吃着桃夸我的桃子好吃，又问我哭什么。我摸摸脸，这才发现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。我擦擦眼泪，没哭什么，就是想问你累不累。大圣金光四射的眼睛暗淡了一瞬，接着便又笑起来。累是累的，那些家伙怕俺，把俺压在这山下，等俺出去的那一天，必然要去海里洗个澡，畅快一回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在海里洗过澡？我摇头，海水汹涌，我害怕。他叫我一定要去一回，在海里洗澡最畅快。我跟他笑，但到现在也没敢去海里洗澡，在河里洗就挺好。大圣说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是还活着，我必然来报答你。摆摆手，说什么报答呀？那桃子本就是因他而来，给他吃也是应当的。在洞府里等了半年，人还没来，我便偷偷去路上找，结果发现他们正因为找吃的被个白骨精骗，大圣还被撵走了。金蝉子这一世眼瞎的实在是厉害，大圣可真是太委屈了。我想着，若是山上到处都是吃的，大圣不用走得远了，找吃的不必受着委屈。回来后，我就开始在山上开荒，种地种果树，等金蝉子一行来的时候，我这山上随处都是吃的，保证饿不着。妖王来检查小妖怪们工作做得怎么样，见我山上一片郁郁葱葱，气得从云头摔下来。你是个傻子吗？你把山上搞成这样，哪里像有妖怪的样子？唐僧吃饱了，那3个徒弟不必离开他身边，你还怎么抓人？我被妖界点名批评，只能含泪把庄稼收了，果树挖了，再把山恢复成一片光秃秃。为了显得吓人些，我还去乱葬岗挖了些凡人的头骨来，摆在洞府门口。这么一折腾，2年都过去了，金蝉子一行才终于到了我家山脚下。他们走的是真慢啊！我开始抓耳挠腮，想着怎么把人抓来，只是我还没去呢，
就有人来敲了我洞府的门。小施主，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取经，路经此地，可否行个方便，容我师徒留宿一宿？我呆住了，唐僧却是问：小施主，你家大人可在家？我结结巴巴，指了指天上，上天去了。阿弥陀佛，原是位孤儿，可怜。啊，不是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呆呆的转身，迎他们进来，让他们找地方坐，又忙着去烧火做饭。大圣追到后厨来，小孩儿，你自己住在这山上，不怕山精野怪吗？我嘿嘿直笑，这山上山下都太平得很，哪有什么山精野怪啊？大圣又追着我问，小孩儿，你平日里靠什么过活？我指了指旁边的药材，挖药材去山下卖，也能赚些银子。大圣点点头，围着我问这问那，问得我冷汗都要下来了。不会我啥也没干就被大圣一棒子打死了吧？这时候天蓬元帅进来了，他一屁股拱开了大圣。猴哥，你去陪师傅说说话，俺老朱来帮小娃娃烧火做饭。大圣挠挠脸，说什么烧火？你就是想偷吃罢了。虽然这么说，可还是无奈笑着出去了。他一走，天蓬就在厨房里，这里摸摸那里找找，一会儿让我多下点米，一会儿说多炒菜，还要我多放油。这一天天的赶路，饭里没点油水可怎么好？我听他的话，多放油，多放米，一边摸了蒙汗药，撒在饭菜里，等晚上他们都睡熟了，我把唐僧偷出去，藏起来，让大圣他们找上2天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嘿嘿，可真是机智无比，就是这蒙汗药不太行，粉末子太多，天蓬元帅偷吃了一口，炫进去半盘子菜。小孩儿，你这菜上怎么一层白面粉？说完，哐当一声倒了，天蓬一倒，大圣就进来了。老朱，他在天蓬元帅身上摸了摸，抬头看过来，我紧张的拿着铲子，大圣眼睛金光四射。嗨，这老朱吃饱了就知道睡，越来越背懒了。说完，扛起天蓬，小孩儿，麻烦带个路，我们晚上歇在哪儿？我哆哆嗦嗦，我先把花生米捞出来，不然就糊透了。老实说，可真是又机智又镇定，半点马脚也没露出来。捞出来花生米，把大圣带到隔壁山洞，这里刚好铺了4个床，都是新褥子、新被子，俺自己去选的棉花，看着手艺人弹的，可暖和了。大圣眼珠子一转，看了看床铺，刚好4个床嘛。又看了看我不好意思摸摸头，是吧？刚好个屁，暴露了！谁家好人刚好在家里准备4个空床，准备刚好的被褥。大圣把天蓬元帅直接丢在了最大最宽最硬的那张床上。小孩儿，走吧，这老朱今晚是不会醒，他就是个憨货。大圣跟我进灶房，还帮忙烧火，把饭菜端上桌，我们4个就围在石桌边吃饭。唐僧吃得很斯文，大圣吃得又快又斯文。沙僧，我不敢看他脖子上挂着的骷髅头比我门口放那几个吓人多了。我全程只吃米饭，一点菜也没敢动。吃过饭，他们果然早早的就睡了。唐僧看着那个背面，还直呼这被子真好，就是经文写错了。他拿了针线，要帮忙把绣错的经文改一改。我赶紧说，赶1天路了，高僧先歇着吧，明日再说。他摇了摇头，正想坚持，在蒙汗药的作用下昏昏欲睡，直接倒下了。大圣帮他把针线拿走，盖好被子，又看了看我，到旁边睡下了。晚上月黑风高，我去摇一摇这个，摆弄摆弄那个，看没人醒来，就在床上丢下一封信，扛起唐僧就走。唐僧可真沉啊，走这么远的路还能长肉，他也是厉害。果然运动加吃素，减不了肥。我扛着他飞速下山，跑到另一座山的庙前，把人带到一个偏屋里。嘿嘿，任谁也不会想到把唐僧藏在庙里，谁能想到要去和尚堆里找和尚？守了一夜，唐僧就醒了，听到外面和尚上早课的声音，他安心不少。小施主，我那几个徒弟呢？我扑通一声跪下了。师父，我爹和大哥早些年上了天，我总梦到他们在上面过得不好，就给他们供奉了长明灯，想保佑他们。人家都说要请得道高僧念经，长明灯才有用，能不能请您帮忙念上3天经书，保佑我爹和大哥？我这理由合情合理，我还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他信了。好，小施主留宿的恩情，贫僧无以为报，就帮小施主一把。只是我那几个弟子找不见我，恐会着急，还请小施主帮我把书信送过去，让他们等我3日。我说行，没问题。他写了信就去帮我念经。这寺庙里的大和尚都是我早就打点好的。凡人说的对，有钱好办事儿。我赚了很多钱来添香油钱，和尚们对我可热情了。唐僧一点也没怀疑，安心念经。我拿着他的信揣在怀里，叮嘱了和尚们帮忙照看唐僧，自己大摇大摆下山去了。我在外面转悠了1天，第2天又去找山猪婶婶打听了一下。山猪婶婶，我那山头有动静吗？山猪婶婶正给小山猪洗澡呢，忙得头都不抬。我听飞鸟说，大圣那师兄弟3个把你山头都翻过来了，也没找到人，正着急呢。小狍子，你这事儿办得不赖啊！你把唐僧藏哪儿去了？他的眼睛正金光四射，偷偷看我。我心下了然，嘿嘿笑道：“当然是找地方啃了2口。你还真别说，
唐僧肉就是好吃。山猪婶婶，我也分你2口肉，你和小山猪就都能长生不老了，好不好？山猪婶婶抓小山猪的手抖了抖，接着笑道：那感情好啊，你带我去，我要跟孩子们吃个新鲜的。带你去多麻烦啊！你这一窝孩子不听话，总爱乱跑，等着，我把唐僧给你带来。我笑着摆摆手，起身就走，走到半山腰，越走越快，直接找到个山洞，钻了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果然听见大圣在外面嘟哝：烦死了，竟然让那小妖精跑了。嘿嘿，我觉得我真是太机智，竟然能耗大圣2天。等明天晚上我就出去，假装被他揍一顿，再把唐僧还回来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我在洞口里过了一夜，白天想爬出去偷偷看唐僧去，却发现出不去了。明明进来的时候很顺畅的，我努力画成圆形试了试，卡得更紧了，无奈又变成人形，还是不成。这些年爹和大哥不在家，我清闲得很，不知不觉竟然长肉了。可恨我修炼不到家，不能变成其他样子，竟然就卡在洞里出不去了。呜呜呜，怎么办啊？我卡在洞里哭了一会儿便睡着了，醒来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。说好了3天去接唐僧的，我若是不去，大圣3个也找不到他该怎么去取经啊？大圣不得急死了。呜呜呜，我果然是个蠢蛋，哪有半点机智？谁在哭？是我，救命啊！我被卡在洞里了。嘿嘿，你莫不是个傻子？怎么会卡在洞里？我也想知道啊，我确实是傻子，救救我！那人在外面哐当一顿砸，就听到有石头落地的声音，我这山洞也跟着震动起来，吓得我哇哇大叫，别砸！吓得我哇哇大叫，别砸别砸！山洞塌掉会砸死我的。那声音果然停了。那你等等，俺想别的办法。过了一会儿，便有个苍蝇嗡嗡嗡在耳边叫，我正要把这苍蝇赶走，这苍蝇在我头上碰了一下，嗡嗡嗡，俺也变成了苍蝇。小孩，跟我走。还真是大圣，刚变成苍蝇不会飞，飞得跌跌撞撞。大圣在前面飞得慢悠悠，一会儿转身等等我。好不容易从狭窄的山洞里飞出去，我还是个苍蝇的样子，大圣已经变回原本的模样，一手抓了我的翅膀。小妖精，是你抓了俺老孙的师傅，是也不是？我嗡嗡嗡，我变的这个苍蝇不会说话呀！大圣怒道：你还不肯说？我使劲点头，可我现在是个苍蝇，点头的幅度也小，只能搓前腿。求他！小妖精还不说？他问了半天，才猛然想起什么，突然把我丢了出去。我变回原形，倒在地上直喘气。看到他站在月光下，眼神森冷，鼓足勇气大喊一声：对，就是我抓了你师傅。我俺老猪来了，打死你个小妖精！话都没说完呢，天蓬元帅冲来，挥起耙子就砸，差点砸在我头上。我抱着脑袋咕噜噜滚远了，才躲过这一击。天蓬挥舞着耙子又过来了，吓得我起身就跑。我跑他追，我是插翅难飞，但没关系，本来也没打算跑掉，我得做出负隅顽抗的样子，等走投无路把唐僧交出来。大圣站在一边看着我带着天蓬转圈跑，感觉他看我俩像看傻子。我想着任务就要完成，高兴不已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。带小妖精看耙子！天蓬的耙子已经砸下来，俺的小命没了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一阵狂风吹过，风沙肆虐。我捂住眼，只感觉有一只大手抓住我飞了起来。等再睁开眼，发现是邱大王。邱大王，您怎么到这来了？邱大王法力高强，厉害得很，手底下小妖怪也多，怎么会来救俺？他哈哈大笑。我经过这里，看你任务快做完了，便想跟你接上。你把唐僧交给我，我带走了，刚好帮他们坐下一难。接这么快吗？邱大王笑道。做了任务，早点成仙不是？哪个妖精不想成仙啊？他说的倒是有道理。好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我带着他往山上走。邱大王一边往后看，一边催促：你快些，那猴子快追上来了。我只能加紧脚步，带他走得更快了些。只是他走得实在是快，我几乎要追不上。到了庙前，他正在庙外等我，叫我把人带出来。我还扶着腿喘气，叫他再等等。他直埋怨我没本事。你这样小妖怪也敢接任务，想成仙也是痴心妄想。看着他急切的模样，只觉得哪里不对。我这就去。邱大王，且等一等。我一步步往庙里走，他站在原地等我。这庙宇不是谁都能进来的，传说这里供奉着一颗高僧的舍利子，有佛法护佑，一般的妖怪根本进不来。要不是我吃过仙桃核长出来的桃子，没了一身妖气，也是进不来的。走到庙门口，偷看邱大王，他还跟我摆摆手，叫我再快一些。我进了庙里，关了门，深吸一口气，找到唐僧，他还在佛前念经。这3天竟真的一动也没动过，见我回来，他才晃晃悠悠起身。小施主该回去找我3个徒弟了，他们该等急了。我赶紧抓住他的肩膀，高僧，您且再等等，我找他们来接您。在我没回来之前，您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出庙门。唐僧一向是个不听话的，我只能又嘱咐了庙里的和尚们，千万别让这不听话的大和尚出去，
等交代妥当，我才赶紧从后门跑了，准备找大圣去。可我还没跑出去几米远，邱大王就在路上等着了。小袍子精，你去哪儿啊？完了，我摸着头，嘿嘿直笑。不好意思啊，邱大王，唐僧不听话，自己跑了。我正打算去找人呢。是吗？可本大王闻见了，他那一身肉味就在这庙里。这混蛋，我猜的果然没错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唐僧在哪，也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一举一动。他帮我骗我，分明是为了从我手上把唐僧抢走。毕竟从我手里抢人，可比从大圣手里抢人容易多了。他根本不想做什么任务，他就是想吃唐僧肉。我尴尬的笑了笑，转身便跑。可我哪里是他的对手，一下子就被掐住了脖子。他拎着我站在庙门前，对着里面喊：唐僧，你出来！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把这小孩杀了。我在他手上使劲挣扎。你老老实实做任务，成仙不好吗？干嘛非要吃唐僧肉？他嗤笑道：成仙做什么？那上面的神仙眼高于顶，个个瞧不起我们下界的妖。就连孙猴子当年上天都只做了个弼马温，被人嗤笑了500多年。你以为你我这样的上去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与其上天，不如吃了唐僧肉，在这人间长生不老，做永生永世的妖王，岂不是逍遥自在？我不由得想到了已经上天的爹和大哥，他们在上面是不是也这般？一个恍惚间，庙门开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来了，请施主放下这位小施主吧。邱大王一把抓住了唐僧的脖子，拎着便要走。我赶紧抓住他的腿，快跟了去。我抓破了身上的药袋，任由药粉一点点洒落，可比我粗暴多了。山洞里黑漆漆又乱糟糟，关人的地方只有一些不知道哪年的干草。我把衣服脱下来给唐僧垫上，高僧坐。他把我衣服拿起来，又给我穿上。我穿上。出家人不讲究这些，小施主也坐吧。我只好跟他坐在一处，抱着膝盖跟他道歉。大师，不住，我也是妖怪，我把你害了。我要是不接任务，或者是不把人藏得这么严实，唐僧就不会被邱大王抓来了。他捻着佛珠摸了摸我的头。小施主眼神纯净，没有歹心，贫僧明白，莫要自责，一切皆是命数，跟施主无关。我无奈，想着这一下到大圣能不能找来，我怎么就是个袍子精，别的本事呢？邱大王也比我心急，根本不想等，当天晚上就要吃唐僧。这前边的妖精之所以失败，就是太自信。我跟他们可不同，管什么生的熟的，吃到嘴里便是好的。他抓了唐僧，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啃，我撞了上去，正撞在他的嘴里，要吃先吃我，吃我。唐僧缩在地上，哆哆嗦嗦。阿弥陀佛，快放了小施主，你要吃，贫僧给你吃便是。邱大王贫僧给你吃便是。邱大王直接把我掏出来，猛然一丢，我撞在石壁上，浑身疼得厉害，可还是冲了上去。吃我，先吃我！我吃过蟠桃，我也好吃。邱大王愣了一下，接着哈哈大笑。等吃了唐僧再吃你。你洞府门口那桃子我打探过，确有妙用，自然也会带走。我咬咬牙，跟唐僧说：大师，你待会儿千万别冲上来，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大圣一定会来救您的。我没本事，打不赢邱大王和这一山洞的妖怪，但我多少也有点法力，拖延一阵不成问题。我捡起石头冲了上去，对准邱大王的头就是一石头。大概没想到我真的敢跟他拼命，愣了一下，伸手来抓。我骑到他头上，拿着石头对准了他的头，一下又一下。他抓我的腿，连肉都拉下来了。我也不肯下去，我就是要打，一直打，能打多久打多久。大圣那般本事，一定能顺着胃找过来。我的药粉是特制的，味道特别，他一定能闻出来。我流了很多血，腿上的骨头都露了出来，眼前冒金光，手几乎没了力气。石头掉了下去，我就抱住邱大王的头，咬住了他的耳朵。不管他的手掌怎么击打在我背上，我都紧紧咬着不松口。他腥臭的血流到嘴里，真臭啊！我果然跟爹和大哥不一样，吃不了荤腥。在晕过去之前，我看到唐僧在往我这里冲，喊着吃我吃我。我还看到一根棍子从山洞外冲了进来，那棍子好生厉害，只一根棍子就让我感受到了万千煞气冲顶的骇然，仿若有千军万马对着我冲杀而来。果然，见到这棍子，我们小妖精都能魂飞魄散。大圣之前没拿棍子抽我，对我真是手下留情了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我的洞府里了。山洞口阳光照射进来，暖洋洋的，天气真好。我找来的那几个骷髅头摆得整整齐齐，沙僧正拿了花插在上面，一种怪异的好看。唐僧抱着个被子坐在一边，正在上面绣花，脚底下散落了一堆碎线头。他还是把我那被面上错了的经文拆下来，重新绣了。大师，这被子送您了，您带走，别忙着绣了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跟佛有缘，这被子绣好了，便当是贫僧一点心意。呵呵，一点心意。呵呵，可不想当和尚尼姑的。沙僧插完花，端着药过来。大师兄帮你找来的药，你吃了，
你腿上的肉便长回来了。我想起自己的惨状，掀起被子看了一眼，吓得唐僧直接晕过去，腿上2根光骨头，还真的没有肉。邱大王可真狠啊，好歹做了这么多年邻居呢。天蓬从灶房过来，看到唐僧晕过去，赶紧掐人中。快把被子盖上！你这小妖精真是会吓人，你要吓死俺老猪的师傅！我赶紧把被子盖上，吃了药，感觉腿上痒痒的，忍不住摸了摸，肉真的快速长回来了。邱大王呢？沙僧说被大师兄一棍子打死了。你可知他原来是个泥鳅精？啊，我们这一圈妖怪不知道啊，平时装的高大威猛，还以为他是老虎或者是狮子呢。大圣呢？天蓬元帅把唐僧摆好了，对着我露出9齿钉耙。你这小妖精，先说说为啥先抓了我们师傅？我吓得往后一缩，就请师傅帮忙念经。你还敢撒谎？我们都打听清楚了，你爹和大哥都打听清楚了，你爹和大哥都是妖精，早些年上天成仙去了，哪里是死了？他声音太大，吓得我小声说，我也没说他们死了呀，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上天了，你们误会了，关我啥事儿？天蓬元帅回过味来，气得抬起耙子吓唬你这小孩惯会骗人，嘴里一句实话没有。俺老猪慢着，饶命啊！山猪婶婶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，冲过去抱住了天蓬元帅的大粗腰。天蓬元帅饶命啊！大圣也突然出现，抓住了那9齿钉耙。老猪吓唬小孩作甚？山猪婶婶松了口气，赶紧过来挡在我前面。大圣，天蓬元帅饶命，这小傻子没伤害金蝉子，他是个好孩子，没害过人。那他抓我们师傅作甚？他还说已经把俺们师傅啃了。山猪婶婶也不好说什么，支支吾吾道：是为了报恩。大圣之前大闹天宫，掉下一颗仙桃，他爹和大哥分吃了仙桃，上天做仙去了。走的时候叮嘱他要报恩，他就自作主张，想帮大圣离开唐僧，继续去做那美猴王，逍遥自在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不得不说，山猪婶婶是真能忽悠，这理由说的我都要信了。不过我们不能说出做了任务的事儿，只能这么忽悠。天蓬挠挠头，他爹和大哥分吃了仙桃，怎么这般小气，也没分给他2口。大圣眼珠子转了转，去西天取经修成正果，正是俺老孙所愿。你这小妖精报恩的方式忒奇怪，不过你也是有心了，成仙做不到，但俺老孙带你上去见见你爹和大哥倒是可以。走，去一趟，也算是报了你维护师傅的恩情。他拎着我就走，根本没给我反对的机会。天上风声极大，我吓得摇摇晃晃，赶紧抱住他的腿。你这小妖精，胆子这么小，还敢跟那泥鳅精拼命？我尴尬的笑，大圣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，这天上不去也罢。我一路上求他不要去，我不想去见爹和大哥了。他找了个云堆，把我丢上去。你这小妖精还不说实话？这头就是不敢说。他怒道：不说就走，拎着我便要走，吓得我大喊一声，我不想上天，不想见我爹和大哥。他们上了天，我特别高兴，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舒心的日子。我抱着头大喊大叫，这些话我从来没跟人说过，但我今天忍不住了。我想说，你确实是我的恩人。当年你掉落仙桃，我爹和大哥吃了仙桃，上天做神仙去，他们丢下了我，我早就巴不得他们走了。他们在的时候打我骂我使唤我，什么都要我做，还想把我卖给别的大王做媳妇儿，我不愿意，可我跑不掉，只能盼着他们走。我甚至还盼着他们死。我不是个好妖怪，我想过自己的爹和大哥死，我趴在云头上呜呜大哭。我不是个好妖怪，我做不了神仙的，多坏心眼，在山猪婶婶和妖王面前老老实实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好妖怪，可这些话我不敢说，我装的老实，妖精们都当我是傻子，也懒得欺负我。妖王虽然爱骂人，可也会看在我可怜的份上多照看一二。就连山猪婶婶也总把我当孩子照看，帮我撑腰，教我怎么活。我把桃子分给山猪婶婶，就是想她更多照看我，别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把我忘掉。我从来不是什么好妖精，我会算计，我比邱大王还要可怕。你可真是个傻狍子。大圣毛茸茸的手摸上我毛茸茸的脑袋，你只是想活下去，有什么不对？每个妖怪有每个妖怪生存的方式，这世上哪有一模一样的好？你看我那8戒师弟整日里偷奸耍滑，遇到难处便跑，他不算个好师弟吗？我琢磨了一下，好像确实不太算好师弟。大圣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确实不算好师弟，可他是个好8戒，你也是好妖精。他拉了我起来，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爹和大哥，再带你去摘个桃。我不想去。我带你偷偷去，不必见面，而且你不想上天看看？上天啊，上天啊，确实是想。我欢快地抱住他，跟着他一块上了天，天上可真好啊。
到处都是仙气儿，感觉那南天门的石头都比我有灵性。喜欢就拿着。我赶紧摆手，哪能摸人家东西呢？他则是敞开袖子，看我喜欢什么就装什么。我喜欢石头，他装石头；我看上一棵草，他装草；我看上个桌子，他装桌子，一路装到我爹和大哥跟前。他俩化作原形，趴在一个院子里，不知道等什么呢。他们平时不喜欢化作原形，说没本事的妖怪才整天化作原形，可到了天上不也没了在下面的原则，而且他们还被拴了绳子不能动，感觉还不如在下面的日子自由呢。难怪邱大王不愿意上天做神仙，原来天上的日子真的不好过。很快来了2个仙童，骑在他们身上，驱赶着他们便走，还嫌弃他们走得慢，叫他们快些。若我也成了仙，岂不是也要上来当坐骑？不要不要，人间就挺好。大圣带我又去了蟠桃园，当着土地的面摘了2个仙桃，塞在袖子里就走，土地都要气死了。大圣啊，您上次洗劫蟠桃园才500年，这新才500年，这新桃子还没结出来，就剩下这几个了。您还是别……去，就拿2个，不然俺老孙砍树了。他带着我大摇大摆就走，气得土地在后面骂人。大圣他们走的时候，我的伤早就好了。要不要去花果山住？那里是我的地盘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我想了想，我还是喜欢这个山头，我想跟山猪婶婶在一起。他笑着说行。唐僧到底是把被子绣好了，还送了我一卷经书，说我跟佛有缘，叫我好好学。我把书塞在床底下，垫桌子的时候拿出来用用。大圣一行走的时候，头顶上一大片乌云，上面轰隆隆响，好似有人在云层里骂人。大圣棍子伸长了，捅上去，上面哎呦一声，云层很快便散了。我把仙桃分了，山猪婶婶一个，她喜得直搓手，带回去跟一家人分了。大概是分仙桃的妖精太多，他们一家都没成仙，就是法力强了，活的年纪也更大。妖王说我完成任务，问我要不要成仙，我摆摆手拒绝了。我还是喜欢这个山头，舍不得妖王您。妖王跟我分着吃了剩下的仙桃，说万一上面追问可咋办？那就让他们问大圣去。大圣说的，我想去就去，不想去便不去。现在我也有靠山了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妖王训了我几句，叫我有事儿去找他，笑着走了。我送他到门口，妖王大人，您去海里洗过澡吗？妖王愣了一下，谁没事干去海里洗澡啊？有啥意思？我笑了笑，总有一天我要去海里洗澡。之后我把桃核种在洞府旁，又在山上种满了庄稼和果树。等大圣回来路过此地，一定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山头。从第一眼看到那小袍子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小妖怪。就算他散了一身妖气，可俺老孙火眼金睛也认得出真伪。他眼神纯净，就是有些茫然。看到俺老孙的惨样，竟然露出不忍和心疼的神色来。真是个孩子，自己都瘦巴巴的，身上还有伤，竟还会心疼旁人。再次见他，便是在那洞府里。那桃树，俺老孙一眼便认出那是蟠桃桃核长出来的，只是在凡间灵气不足，自然长不出蟠桃原本的模样来。小袍子精看到我们，诧异不已。他必然也接到了什么任务，说要帮我们完成取经之路。俺老孙看他一本正经忽悠人，也就不拆穿了。做了这任务，上了天，总能过得比如今好些。再有俺老孙撑腰，他在天上的日子也不会差。只是这孩子傻乎乎又一身心眼，奇怪得很。那菜里的蒙汗药，还有洞府里的床铺跟被褥，实在是太明显，俺差点就拆穿他了。好在俺忍住了。他也傻，真以为自己骗得过人。晚上他扛着师傅走了，我在后面跟着。有个泥鳅精鬼鬼祟祟想跟上来，感觉到俺的一身煞气，吓得没敢再上前。陪他闹一闹，我们也刚好歇一歇。再看他一本正经忽悠人，说什么啃了师傅2口，他那一身香火味哪有半点吃过人的样子。本以为事情顺利，谁知道他竟被困在了山洞中出不来。哈哈哈哈，笑死了！这孩子真是比我们花果山的猴子笨多了。他也确实是又笨又傻，打不过那泥鳅精，还偏要逞能，差点便被打死了。亏得八戒鼻子灵，闻着他一身的草药味和香火味追过来，终于赶上救人。小袍子精，山高路远，咱们10几年后再见吧。希望到时候你已经成了个开心的小妖精。